一颗头骨飞起，原来是鬼子拿它当足球踢。鬼子们开心的样子，没有一点对生命的尊重。那颗头骨在鬼子脚下踢来踢去，可怜的逝者，即使枉死，也不能得到安息。城楼上的鬼子看着这边，如同在欣赏美丽的风景，还露出惬意的微笑，真是可恶。就在这时，一名正在为日军搬运物资的中国劳工不小心撞到了一头鬼子。那鬼子二话不说，将他肩上的袋子扔到一边，就把他往角落里拉，将其推倒后就举枪将其杀害。完事后，鬼子又开心跑过去踢球，仿佛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这被我们的游击战士看在眼里，决定向鬼子们发起反击。他们通过夜袭拿下了鬼子的一个炮楼，而鬼子的反扑很快也会到来。一声口哨划破凌晨的宁静，情报员毫不躲闪，他在鬼子的炮火中径直向阵地跑去。周围毫无掩体的他，最终还是被鬼子的炮弹炸飞了出去。此时哨声才彻底停了下来，战友们为他的牺牲痛心疾首。而鬼子的正规军很快也赶了过来，没想到鬼子竟调来了那么多重炮，碉堡和战壕的地理优势瞬间失去了意义。在转移中，不少战士中弹伤亡。鬼子藏在低洼处，利用榴弹炮曲线射击，我军战士根本看不到鬼子的位置，只有被动挨打的份。在这紧迫时刻，我军一名战士匍匐着向鬼子的阵地爬去。尽管鬼子向他射击，但他丝毫没有退缩，并用大拇指瞄准。装弹后一炮打了过去，不过却打偏了。鬼子们也立刻向他调转炮口。那名战士再次瞄准，又发射一炮，同时鬼子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。看到这一幕，战友们痛苦万分。而那发炮弹就像乔丹的三分球一样，划过漂亮的抛物线，落向鬼子的炮兵阵地，还碰巧炸中了鬼子的弹药箱，接着发起连环爆炸，鬼子炮兵阵地被彻底摧毁。而紧接着，鬼子打出迫击炮，游击战士们立刻靠在战壕里躲避，然而却没有听到爆炸声，随着而来的是滚滚的白色烟雾。知道鬼子要来了，我军战士也做好战斗准备。没多久，鬼子就在烟雾中出现，我军战士开火射击，埋伏在地堡里的战士也开始用机枪扫射。看着鬼子一头头中枪倒下，真是痛快。接着鬼子都趴下隐蔽，有2名爆破手去炸地堡，我军战士先干掉一个，而另一个鬼子从地上捡起爆破筒，冲到地堡旁。他刚扔进去想跑，就又被扔了出来。刚想回去捡的鬼子被我军战士一枪打倒，接着就是爆炸，巨大的冲击波将地堡里的战士都震晕了过去。随后鬼子发起冲锋，战壕里的战士用力反击，不过鬼子人数众多，眼看就要顶不住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地堡里的战士终于苏醒过来，他们对着正在冲锋的鬼子开始射击。这突如其来的强大火力打得鬼子措手不及，趴在地上幸存的鬼子刚起身想逃，就又被地堡里的机枪打死。而一头躲过机枪逃远的鬼子，还是被我军狙击手干掉，真是漂亮。来偷袭的鬼子军队被尽数消灭，我军战士虽有多人英勇牺牲，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，请为他们的勇气点赞。